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数不清的瞬间，其中大部分经历会被遗忘，但有一些瞬间的体验却格外独特。有的瞬间只留下美好回忆，有的让人感到光荣，还有一些瞬间可能带来一生的启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瞬间所定义，也许生命的真谛就在于体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行为设计学》会让你对体验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学会之后，如果你运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一定会有特别的收获和惊喜。这是一本写体验设计学的书。什么叫体验设计学呢？简单来说，就是教会你很多能增加别人体验感的套路，而这些套路的关键就在于瞬间。可能在一般形象中，这些体验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这本书的作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齐普·希斯和杜克大学 Case 中心的研究员丹·希斯，这两兄弟却认为，体验其实是可以设计的，而设计其实就是套路。希斯兄弟的书风格比较学院派，逻辑严密，随时列举大量的研究结果和真实案例，技术含量和思维密集度非常高，所以他们的著作职业性和可信度都非常高。你好，欢迎来到意林读书，每天一本好书，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下面我们就从3个部分来解读如何设计出好的体验感。第一部分，如何制造洞见时刻。所谓洞见时刻，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能让你突然想明白一些事情。要知道，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落后国家没有解决随地大小便的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关注的污染问题都是工业污染，而在那些国家里，最大的污染源就是人。1999年，国际组织给孟加拉国提供援助，在各个村庄都盖好了公共厕所。这本来是好事，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公共厕所，而是当地人就是不爱用厕所。那时候，孟加拉乡村的田间地头、路边，甚至是住宅周围，到处都是人的粪便。粪便特别容易传染疾病，可是当地人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给他们修建的厕所，他们有的只是偶尔用，有的干脆给当成储物间用，有的村民说这个厕所比他们家的房子都漂亮，怎么能在里面大小便呢？这种局面，社会学家有个专门的名词叫社会规。如果你这个社会中人们平常就是这么做的，那大家就会认为这么做就是对的，你想要改变可就太难了。但社会规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上，咱们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社会规范就一直在变。这时候，有一个国际组织就帮着孟加拉国解决了随地大小便的问题。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随地大小便的比率从 38% 降到了 1%。他们的做法是派人深入到田间地头，去给村民演个节目。一个衣着不俗的外地人来到村里，他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专门查看地上的粪便，还不断询问村民有关粪便的问题。村民一看这人挺有意思，慢慢地聚集在他身边。这个人把村民召集到一起，挂起来一张村子的地图，让村民帮着用黄色标记可能会出现粪便的位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结果是整张地图基本上都变成了黄色。村民也感觉不太好意思，但是演出才刚刚开始。这人拿出一个非常干净的水杯，往里面倒了一杯清水，然后他问村民们谁能喝这杯水。围观村民们都表示愿意喝。接着，这人拔下了自己的几根头发，走到附近的一坨粪便处，用头发沾了点粪便，然后头发在水杯里搅了搅。他又问道，现在还有谁愿意喝这杯水？没有一个人愿意喝。于是他问村民，你们知不知道苍蝇有几条腿？村民回答说有6条腿。他接着说，那么当苍蝇的脚在粪便上停留一会儿的时候，苍蝇沾的粪便多还是我这几根头发上沾的多？如果苍蝇刚刚在粪便上停留过，接着又飞到你家里，在你吃的食物上停留了一会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们在吃全村人的粪便。村民一听受不了，当场表示这样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以后再也不要随地大便了。
这个故事中其实有个问题，难道村民们以前就没想过吃粪便的事儿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苍蝇飞来飞去很脏吗？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有问题而不面对，那么修厕所就是给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这个道理是想要让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你需要精心设计一个体验，让大家真正认识到问题的关键。这个方法不仅对孟加拉人适用，对大学老师依然适用。现代大学有个公开的秘密，绝大多数大学教授并没有受过教书的训练。如果讲课是一门手艺，那小学老师学过这个手艺，中学老师学过这个手艺，但是大学教授没学过这个手艺。教授之所以能当上教授，靠的不是教学，而是科研水平。于是有人就专门给教授们办了个学习班，讲讲怎么教学，特别是怎么设置课程内容。通常的学习班肯定都是老师把正确的方法直接给教授们讲一遍，他们爱听就听，不听你也没办法。这种讲法就好像推销一样。而我们知道教授都是比较自负的，本能的反感推销，你越让他这么干，他反而越不愿意这么干。而这个学习班的老师想了个制造体验的办法。课程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先让在场的教授们做一道填空题，我的班上有很多心怀梦想的学生，我希望我的学生听过我的课程4、5年之后仍然能怎样怎样。教授们写下各自的答案，然后老师收上来。教授们写的答案都非常精彩。有个数学教授写的是，我希望4、5年之后，我的学生能仍然热爱数学，不仅仅为了实用目的学数学，而是因为数学本身而热爱数学。如果他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关数学的文章，我希望他能去点击那篇文章。还有一个教生物学的教授说，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掌握科学方法，将来不管他遇到什么相关问题，都能用科学实验找到答案。几乎没有哪个教授说希望自己的学生在4、5年后还能记得某个具体的知识，他们说的都是希望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和价值观之类。讲课的老师就问教授们，既然如此，那么请问你现在的课堂内容安排是否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你希望的人呢？咱们想想这个讲课的故事和刚才那个孟加拉国的故事，其中是不是有些共同点？希斯兄弟把这个套路总结成了3个要点。第一，你明确要达到什么说服效果，可以给对方设计一个亲身的体验。第二，整个过程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第三，不是直接告诉观众，而是要让观众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你看，本来是你想让他接受一个什么道理，效果却是他还以为是他自己得出的结论。这就是体验设计的妙处。像这样的体验，哪怕是被设计的，也是十分难得。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部分内容，用一个瞬间的体验，让人获得一个洞见。这个洞见可能是意识到一个问题关键的所在。希斯兄弟说，为什么这些瞬间对我们有那么大的意义呢？因为它能告诉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到底能做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能承受什么。这些东西不是你坐在那里想就能想明白的，你必须去做一件事。只有在行动和体验之中，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第二部分，如何设计荣耀感。我们都知道，发生在20世纪5、60年代的美国黑人人权运动的一些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丁·路德·金了。不过，其实真实的人权运动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复杂一些。我们一般的印象，在人权运动中，黑人抗议活动应该都是自发的，是每个黑人个体自发的去抗议，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其实，民权运动之所以成功，其实是严密组织的结果。民权运动的领袖一开始就设定了非暴力抗议的宗旨，然后还派人专门去印度学习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的技术。没错，非暴力斗争其实非常讲技术。这些人回到美国，搞起了训练营，招募青年学生进行了专项训练。训练营特别强调的东西不是勇气，而是纪律。行动去多少人，穿什么服装，什么队形，
队伍中有人上厕所的话，怎么填补他的位置？有人骚扰怎么办？有人打你骂你怎么办？各种情况不但考虑到了，而且还反复演习过。所以情况就是这样的，25个黑人青年，有男有女，都是学生，穿着讲究，彬彬有礼，在一家餐馆里静坐示威。白人骚扰辱骂他们，他们不为所动。白人把调料和烟灰洒在他们头上，他们还是不为所动。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因为他们想传达一个信息：我们黑人是文明人，甚至比你们还文明。看看这些黑人，再看看那些欺负黑人的白人，现在到底谁是下等人？结果就是很多白人也加入了抗议的行列，民权运动取得了全社会的支持。而这一切其实是训练的结果。普通人面对那样的侮辱，根本做不到那样的克制。人的一生中表现出勇气的时刻，往往也是这一生中最感到荣耀的时刻。这种荣耀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希斯兄弟说，民权运动告诉我们的恰恰是，这个勇气带来的荣耀感未必是完全偶然的，你需要事先进行大量的练习。那我们这些老老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能不能也设计荣耀感呢？最简单的荣耀感设计，就是在平时多给别人认可。希斯兄弟提到，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许多项研究表明，问员工什么是能真正激励你好好工作的事情，答案中排第一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工作得到别人的认可，尤其得到老板的认可。如果你是一个老板或者老师，对你来说，认可手下人的成绩可能是举手之劳，而对于被认可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誉，甚至都可能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但是调查表明，有 80% 的老板声称自己经常表扬下属，而只有 20% 的下属表示他们经常能得到老板的认可。这个局面是，老板给员工的认可远远不够。希斯兄弟就此提出了几个建议。第一，认可必须是经常性的，不是半年一次，也不是1个月一次，最好是每周甚至每天都有，要随时随地发现员工做得好的事情，立即表扬。第二，表扬要真诚，最好是个人对个人。体系化评选是看业绩和指标发奖金，而个人的认可完全可以搞成社交互动。第三，要具体，比如在公司例会中，把一个具体的员工干的一件具体的事儿拿出来当典型公开表扬。如果你能做到以上3点，员工就会很有荣誉感，而有荣誉感的员工做事就会非常不同。那我们能不能给自己也设计一些荣誉感时刻呢？现在有个说法叫游戏化思维，就是把生活中的什么大目标给细分成一系列的小目标，然后就好像是打游戏通关一样，完成一个小目标就给自己一个奖励。希斯兄弟也说了这个思想，而且给了几个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说，成年人自学西班牙语，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苦学就很没意思，最好设置一些里程碑。有人把西班牙语初学者水平分成了5级，从简单的点菜到能看一本书，每一集都是一个里程碑。那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设置里程碑的好处是你的进步能看得见，每完成一集，你就明确感到自己的水平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成就感，这就是里程碑思维。每完成一个里程碑，你都会感觉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进步。希斯兄弟引用了一句话，成功人士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完成一件事很执着，完成这个动作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荣誉感。我们这个时代对自信心强调的很多，但是对荣誉感似乎说的不多。你考察过去那些贵族，我看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很有荣誉感。有个人荣誉感的人和一般人的气度不同，而真正的荣誉感不是天生的，不是什么2代的身份自带的，也不是做白日梦或者看心灵鸡汤就能获得的。荣誉感来自一小步一小步切实的成就，荣誉感来自别人的认可，荣誉感来自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勇气。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你不用坐等荣誉感降临，你可以设计荣誉感。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2部分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3部分内容，如何设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3部分，好关系的配方究竟是什么？也就是如何设计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搞关系现在几乎是个贬义词，似乎都不是什么能上得了台面的事儿。像《原则》这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人与人的良好合作应该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在生活中，一般人没有那么理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该怎么办？这本书给出的方法就是强调目标感，因为目标感会引起理性的行动。那这一招到底管不管用呢？书中提到了一项最新研究，正好能说明这个事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莫腾·汉森最近调查了不同行业的5000个员工，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看看他们的工作动力是目标驱动还是热情驱动，另一方面让他们的老板来评价他们的水平。结果是，如果一个人既有很强的目标感，又有很强的热情，那么这个人获得的评价就有很高，是非常厉害的人。所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表现的最关键因素是目标感，而不是热情。也就是你做一项工作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而不是仅仅兴趣或是只有模糊的追求。所以目标感非常重要，不但是个人如此，团体更是如此。有强烈的目标是好团队的重要特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你要对员工输出的不仅是价值观，还有目标感，向他们传达我们要一起做一件大事的信息。除了目标感之外，对于团队来说，还有2个因素也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共同奋斗过。有很多实验证明，如果一个团队曾经一起经历过困难的时刻，一起奋斗挣扎过，一起体会过痛苦，这个团队的凝聚力会特别强。第2个因素是团队要经常有协调的互动。人在社交活动中总是愿意跟别人协调同步。比如有人统计发现，我们大部分情况下之所以会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而是通过微笑向别人发出同步信号。由此可见，现在有些公司把人拉出去在野外搞生存训练或者军训也是有道理的。那么维系个人对个人的好关系又有什么方法呢？希斯兄弟总结维系个人关系的秘诀，用一个公式表示，亲密良好的关系等于开放加响应。所谓开放，就是互相不设防。我告诉你一个我自己比较隐私的事情，向你暴露一个弱点，然后你也向我暴露你的一个弱点，这种不设防的感觉能迅速拉近2个人的亲密程度。那2个人怎么长期维系亲密关系呢？关键词是响应。这是一个叫哈里·赖斯的社会心理学家2007年提出的理论。他的洞见是，好关系的关键是我们互相对对方的响应的感知。而所谓响应由3点组成。第一是理解，你了解我，而且你还了解我自己是怎么看待我自己的，什么东西对我最重要。第2是接受，我想要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对此表示尊重。第3是关心，就是在各种场合下，一旦我需要什么帮助，你得帮助我。没有响应就没有好关系。这个道理一说出来，你肯定觉得这也太简单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还真不是。实际上，我们恰恰因为不懂这个道理，而没有处理好很多关系。希斯兄弟举的一个例子是华盛顿市一个公立学校的故事。我们知道，美国有些地区的公立学校是非常差的，最差的学校能差到什么程度呢？华盛顿市有一个公立小学，开家长会的家长出席率只有 12%。 这就等于说，老师说开家长会，结果一个班就来了2-3个家长，老师和家长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反馈。在老师看来，我开家长会你都不来，说明你这个家长根本不重视教育。但是在家长看来，问题在于老师先不重视我家孩子，你对我孩子根本不关心，我为什么要来参加你的家长会？老师和家长之间根本没有起码的信任。学校后来也是痛定思痛，认为必须改革，就搞了个大动作，把大部分老师辞退了，
招聘新老师，结果还是不行。关键就在于怎么跟家长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最后学校想了一个办法，要求老师在暑假期间挨家挨户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而且还专门设计了4个家访的问题。第一，你的孩子在学校的体验是怎么样的？你对此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第二，你对孩子有什么期望？你对他有什么梦想？第三，你希望自己的小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四，我作为孩子的老师，你希望我做些什么？你别看这个4个问题平淡无奇，其实正好是前面赖斯给的好关系配方。第1个问题是理解，第2和第3个问题是接受，第4个问题是关心。这4个问题的效果非常好。经过暑假的家访，在开学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效应是，家长会的出席率从 12% 提升到了 73%。家长愿意跟老师沟通，才谈得上其他各种教学改革。最后，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就真的提高了。整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你想，如果让你去一个差生家找家长谈话，你会说什么？我们本能的做法恐怕不是问对方想要什么，而是告诉对方应该做什么。希斯兄弟说，这个本能其实是服务业的通病。病人来到医院，医生自然而然假设他想要的就是把病治好，上各种难受的治疗方案，根本不在乎病人想要什么。有个医院让一个有自闭症的小孩在一张纸上写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哪些，然后所有医护人员都按照这张纸照顾他，效果就非常非常好。用一句话总结医生们的经验，就是不要只问他有什么毛病，要多问问他想要什么。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讲的是怎么提升一个团队的凝聚力，以及怎么提升2个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套路可以用几个公式总结：团队凝聚力等于目标感加一起奋斗的精力加协调同步；快速的亲密关系等于开放；长期的好关系等于响应等于理解加接受加关心。总结，关于这本书的主要内核，我已经向你介绍的差不多了，现在让我分享一些个人的感悟。在聆听完这些内容之后，你可能会发现，理解这些技巧并不难，但要真正运用它们，你需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这个心理障碍涉及到如何在做真实的自己和操纵他人之间找到平衡。比如说，明明我并不在意这个人想要什么，但我为了保持和谐关系，主动询问他的需求，这究竟算是真实的表达自我吗？再比如，和几位同事一起时，大家都在笑着讲笑话，虽然我并不觉得有多好笑，但我知道只要跟着笑，就能与同事产生共鸣。那么，我是应该笑还是不笑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而我的答案是，你可以既保持真实，又运用这些技巧。有时候，你内心真诚地想要对某人好，想要让一群人快乐，但由于缺乏经验，不了解人际关系，你可能不知道该如何付诸实践。这感觉有点像看到美景，但难以用言语表达一样。而体验设计学就像是一首能让你将内心善意抒发的诗歌。学会了体验设计学，你能够将美好愿望变成切实可行的行动。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